对很多老一辈的人来说，他们都喜欢在家里面囤东西，哪怕是没有什么用的旧东西，依然喜欢放在家里面。但是万事万物皆有灵，有些东西放在家里不但不能招来好运，反而会影响家庭风水。如果家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，也需要尽快扔掉才行，尤其是这5样。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，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1. 破坏家庭风水的5样东西，家里有的赶紧扔。1. 破鞋。从风水学上来讲，破鞋是留不得的，有破财之象，所以家里面有破鞋的，赶紧扔掉。放在家里也只是占地方，不要因为几个破鞋坏了家里的风水。2. 破饭碗。传说古时有一个和尚，每天早上盛粥用的碗从来不摔碎，于是他的邻居都说他好命。后来有一天，他的碗终于摔碎了，没过几天他就病倒了，严重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，最终靠着自身的修为才保住了性命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碗碎是一个征兆，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。我们的生活、收入、职位经常称为饭碗，因此有人说饭碗丢了，言外之意就是失业了。如果我们家中的饭碗有缺口裂纹，还没有丢弃，这是一种破财的象征。此外，民间还有一种说法，正月的初一、15打破或碰碎饭碗，要赶快丢掉，不然整1年下来都是破财与倒霉运。平常打碎的饭碗一定要说句岁岁平安。3. 破衣服。小时候，外婆总告诉我，外边丢的旧衣服、旧鞋子千万不能捡回家。我本来只当她吓唬小孩，直到那天她说出30年前外公身上发生的一件事，我才知道原来这都是有原因的。30年前，外婆家很穷，没米下锅，外公只好进山砍柴卖钱，顺便猎些野货果腹。那是一个下午，外公照旧进山，想再砍些柴火。黄昏的时候，他终于砍够了，想坐下来休息休息，再下山。巧的是，他休息的那棵树上竟然挂着一件皮袄，虽然看着有些旧，但基本完好。对于外公来说，这简直是发了财。他活了半辈子，从来没有亲眼见过、亲自穿过纯粹的皮袄。惊喜之下，外公想也没想，就把这衣服和柴火一起背回了家。谁料这一回家就出了事。当天晚上，外公突然开始发高烧，昏迷不醒。外婆吓得要死，赶紧找来村里的医生。可是医生来了也没看出门道，这病来势汹汹，眼看外公烧得人事不省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进的气。外婆六神无主，以为外公熬不过这一劫了。天渐渐凉了，村长从门口路过，他看见了那件皮袄。村长紧皱着眉头走进来，问外婆：“这皮袄是从哪来的？”外婆边抹眼泪边回答：“是他爸进山砍柴捡回来的，我看衣服完好，想着过冬的时候穿。”村长一听这话，紧拍大腿：“糊涂啊！这山里丢弃的旧衣服，捡回家就要惹出大祸的。”顿了半晌，又问：“王叔还好吗？有没有什么异常？”外婆仿佛找到了主心骨，拉住村长衣服袖子：“他爸昨天一回来就开始发高烧，我找了咱村里的医生，可这烧就是不退呀，现在连气都快没了。村长，你可得救救俺家老王。”村长一听，这衣服果真有问题，他思忖半晌，道：“王婶，你这捡来的衣服是罪魁祸首，你听我的，去找点鸡血和朱砂，再找些桃木，在十字路口烧了，看能不能救回王叔这条命。”外公进山砍柴捡件旧衣，回家昏迷不醒，村长快把衣服烧了。外婆赶紧满村子跑找这些东西，
1个时辰后终于找齐了，外公这时候已经烧得浑身通红。村长和我外婆拿着皮袄往十字路口走去，他俩蹲在地上，村长把朱砂和鸡血合在一起，满满的涂了整件衣服，嘴里嘟囔阿弥陀佛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可怜这家人无依无靠，放过他们吧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外婆拿出找村民要来的桃木，一把火点了起来。这皮袄也是邪门，大火烤着竟然一点没烧着。村长看事情不妙，从兜里拿出一沓纸钱，给您烧点纸钱，您路上走好，不要痴恋人世，早点投胎。2捧纸钱烧干净，皮袄终于也烧了起来，足足半个时辰才烧干净。村长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对外婆说：“终于把这找替身的邪物送走了，你快回家看看王叔烧退了没。”外婆一路小跑回家，说来也是奇怪，本来烧得快没气的外公，这会呼吸顺畅，看起来竟然已经痊愈了。外公醒来听外婆说了事情经过，沉默着坐了半天，叹口气，都怪我贪心捡山里的旧物，惹上大麻烦了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看见那些随意丢弃在路上的旧衣服旧鞋，我都不敢碰，生怕给自己招来祸事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破衣服不丢会破财这一个观念先有了解。其实衣服在民俗文化里面有衣禄之意，古时候出家人都是穿破烂衣服的，代表身无隔夜钱。另外乞丐的衣服也破破烂烂，代表要到处乞讨，流浪街头。因此如果衣服破烂不能穿了，一定要赶紧丢掉，不要放在家里面，以免招来破财的厄运。4. 破衣子，风水上认为破损的物品都容易破财伤身。衣子坏了之后，本身会带着一种阴气，影响主人运势。因此衣子坏了需要及时处理掉，千万不要觉得可惜继续留在家中。5. 来历不明的佛像，佛像向来摆放都很有考究，佛身自身带有灵气，一旦请入家门就要忠诚供奉，否则会引来灾害上身。而在摆放佛像之前，一定要了解其来历，对应的神灵是哪位。假定佛像来历不明，就无法了解是带来好运还是灾害。2. 家庭风水禁忌是什么？1. 在家居装修中，风水能影响人的财运。大厅和阳台是财运的主要影响因素，如果大厅和阳台的空气不流通且光线不充足犯煞时，一家人的财运便会受阻。2. 风水能够影响居住者的感情运，如果夫妻之间是五行相克的话，可通过家居装修来化解冲克问题了。如果卧室的摆放位置和选择的装饰品都没有冲犯到煞气，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自然就会和谐美满。3. 家居风水还能影响到人的健康运，健康运势的风水主要存在厨房、卧室、卫生间这3个地方，因为厨房管理着我们的食欲，卧室管理着我们的睡眠，而卫生间则管理着我们的排泄，与我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。在家居与风水的关系中，财运、健康运和感情运这3大运势都是环环相扣，密不可分的。3. 室内怎么装修摆放风水更好？1. 选择合适的植物摆放。在家居与风水中，植物的摆放都是很有讲究的，如在财位上应该选择旺财的植物浓密、花期长、颜色鲜艳，不宜衰败的植物如红掌、鸿运当头等；而在煞位上则要选择能够化解煞气的植物摆放，如仙人掌、玫瑰、杜鹃等。2. 横梁不能压顶。在家居装修中，横梁最忌讳压在人长期保持不动的方位上，如床头、餐桌上方、书桌以及沙发的上方等，因为横梁压顶会直接影响风水的气场，对居住者的健康运和事业运都会造成影响。
3、开门方向不宜对着厕所。众所周知，大门如同家宅的咽喉之地，是沟通内外气场的重要关口。如果开门见到厕所的话，它含有的污浊之气便会和家宅中的好运或者福气冲撞，导致财气进不来，财运受阻。4、卧室床边不宜摆放镜子。在床边放镜子是风水中的大忌，因为镜子具有阴气，放置在卧室内不仅很容易导致人失眠、睡不安稳，而且镜子具有的反射功能还会将健康运反射出去。家里的家居饰品种类很多，所以在摆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法。不同的家居饰品摆放的位置有无差别，对于居住风水的影响也不同。家里风水好一点的话，家人将来生活也会越来越好，所以大家在平时千万要多注意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